你以為我們在宇宙裡只是普通的一粒塵埃？但最新證據正在指向一個更詭異的可能：我們的銀河系也許住在一個巨大宇宙空洞裡。聽起來像科幻，可它可能正在悄悄改變我们对距離、速度甚至宇宙膨脹的读数。更關鍵的是，這或許能解釋宇宙學界吵了10多年的哈勃張力，不是因為物理定律錯了，而是因為我們站的位置讓我們看錯了。今天我們就沿着宇宙早期留下的那把標準尺，一步步追到真相。空洞的線索浮出水面，我們可能住在宇宙的稀疏郊區。一項最新的宇宙學研究，像是在一堆看似整齊的拼圖裡，突然找到了幾塊邊緣不對勁的碎片，為一個聽起來有點離奇但可能是真的觀點補上了關鍵證據。科學家們從多組觀測裡拼出了線索，我們所在的銀河系可能正好處在一個超大的宇宙空洞裡，就像住在城市裡一片特別稀疏的郊區，周圍的鄰居比平均少。換句話說，銀河系也許身處一片規模驚人的宇宙低密度區，那裡星系分布比宇宙平均水平更稀疏，像是宇宙网格裡被挖空的一塊區域。研究人員盯住的是早期宇宙留下的遠古声波指紋，並且仔細檢查這些指紋在今天觀測裡出現的微小變性。他們發現，如果我們周圍本來就更空，這會讓我們測到的近鄰宇宙膨脹速度看起來偏快，從而部分解釋為什麼附近測得比理論預期更快的現象。重點在於，這不一定需要搬出什麼全新物理定律，而更像是宇宙的大尺度結構，密的、疏的、流动的，在悄悄改寫我們看到的距離與速度，讓觀測出現偏差。所以在這段視頻裡，我們會按步驟把它講清楚，研究到底看到了什麼信號，它為什麼會牽動整個宇宙學界的神經，以及未來哪些觀測能把這件事錘死或推翻。好，現在我們就從最關鍵的概念切入，正式開講。宇宙的標準尺鮑到底是什麼？遠古聲波留下的刻度，今天還能用來量宇宙？這項研究的核心證據來自一個在宇宙學裡很硬核的工具——重子聲波振盪，也就是大家常說的鮑。鮑可以理解成星系分布裡一圈圈很淡但能量极穩定的紋路，它源自極早期宇宙，當時物質和輻射還像攪在一起的熱湯，壓力波在其中傳播，最後把痕跡刻在後來形成的星系結構上。更關鍵的是，這些波浪會留下一個很特別、相對固定的尺度，就像宇宙在出場時自帶的一把標準刻度尺。因為這個尺度的物理來龙去脈相當清楚，天文學家就把它當成標準尺來用，看這把尺在不同距離上呈現多大，就能反推宇宙怎麼在變大，怎麼在膨脹。具體做法是，在不同红移，也就是不同年代、不同距離，去量這把尺在天空裡看起来有多大，這樣就能一路追蹤宇宙尺度隨時間怎麼變化，等於用同一把尺測出宇宙從年輕到現在的膨脹軌跡。異常從哪裡來？低红移裡反覆出現的偏差，多套數據都在指向同一個環境效應。這次他們不是只看一兩組新數據，而是把過去20多年積累下來的鮑測量結果整合起來，做了一次更系統、更全面的總盤點。數據來源也很豪華，來自多項星系巡天，各自掃過不同的天空區域，覆蓋不同的宇宙年代，相當於用多台相機從多個角度給宇宙拍全景紀錄片。他們這次的重點不在最早期宇宙，而是更關注低红移的部分，也就是離我們更近的宇宙鄰域。因為空洞效應如果存在，最可能在近處更明顯地露出馬腳。結果一出來就很耐人尋味，觀測值和標準模型的預期之間，不是偶爾抖一下，而是長期穩定而且帶着規律性的差異，像是一直有個固定方向的偏移。具體表現是，
这把標準尺在天空裡看起來比模型預測的稍微大一點。更要命的是，越是靠近我們，越是低紅移，這個偏大的趨勢越明顯，像是近處被某種環境因素放大了。而且它不像是某一個儀器出錯、某一種方法偏差造成的，因為同類信號並不是只在一套系統裡出現，相反，它在多個彼此獨立的數據集裡反覆冒頭，就像不同人從不同角度觀察，都看到同一處異常反光。更重要的是，這種偏差的形狀和隨距離變化的方式，剛好對得上一種特定解釋，不是隨便硬湊的故事。空洞情景怎麼動手腳？物質外流與觀測錯覺。宇宙沒變，但你站的位置會讓讀數變位。如果我們周圍這片宇宙真的更稀，物質含量低於平均值，那麼在引力作用下，物質會更傾向往外流，往更密的區域聚集，就像空氣會從高壓區往低壓區走。但這裡是物質在引力地形裡重新分配，一旦發生這種大尺度物質外流，它就會在細節上動手腳，不僅影響我們如何把紅移換算成距離，也會通過引力效應微妙改變光在空間裡走過的路徑與時間。站在空洞內部的我們，會產生一種視覺錯覺，哪怕宇宙總體還是按標準膨脹歷史在走，近處星系也可能顯得跑得更快，離得更近，讓我們誤以為本地的膨脹速度更高。於是研究團隊做了最直接的對比，一個模型假設我們附近更稀疏，另一個模型假設本地仍然均勻，兩者一對照，差別立刻拉開。結果顯示，帶巨大局部空洞的模型能更穩定地復現觀測到的半偏差模式，而本地完全均勻的版本怎麼調都更難把這些規律性的偏差解釋得漂亮。從統計意義上看，數據明顯更站在空洞情景這邊，不是輕微偏好，而是相當強的傾向性。最吸引人的地方在於，他們不需要把早期宇宙的基本物理重寫一遍，也不必推翻整體宇宙學框架，只要把我們所在環境不一定平均這件事認真納入模型，就能解釋更多東西。也就是說，關鍵不在宇宙規則變了，而在我們如何在大尺度結構的背景下解讀今天的觀測。解讀方式一變，很多矛盾就可能改寫。一旦把它放進哈勃張力這個老大难問題裡，你就會立刻明白它為什麼重要。這不是一篇小修小補的論文，而可能是在爭論核心上開了一條新路。目前有一派證據來自早期宇宙，尤其是宇宙微波背景輻射 CMB， 他們推算出來的今天膨脹速度偏低，像是宇宙長期規劃的版本。但另一派證據來自近處宇宙，用附近星系、造父變星、超新星這套距離測量，得到的膨脹速度卻更快，像是你用家門口的測速儀，讀數總比衛星導航給的更高。更讓人頭疼的是，這個差異不是粗糙觀測造成的噪聲，這些年精度不斷提升，它依然頑固存在，像是怎麼擦都擦不掉的一條劃痕。因此，很多理論常識的第一反應是不是標準宇宙學模型需要改？能不能通過給模型升級打補丁，把兩套測量拉回一致？其中一類想法把矛頭指向暗能量，也許暗能量不是恆定的，而是在不同時期表現出不同脾氣和推動方式。還有一些更激進，引入全新的粒子成分，或者乾脆讓引力在某些尺度上稍微不按常規出牌。這些方案當然都在認真研究，但現實是，目前還沒有哪一種能讓大多數人點頭，也沒有哪一種能在不帶來一堆副作用、額外假設的情況下，把張力問題乾淨利落地解決。而空洞假說走的是另一條路，它不急着改宇宙定律，而是先問一句：會不會是我們站的位置讓我們看錯了？它的邏輯是，宇宙規律不一定要改，但把局部觀測直接對標全局預測。
如果不考慮我們周圍環境的特殊性，這種比較本身可能就不公平。如果我們真的住在一個大範圍低密度区裡，本地測出來的膨脹速度自然更容易偏高，因為周圍的物質流動和引力環境會把遠離的表象放大。整體宇宙的膨脹歷史依然可以和早期宇宙推斷保持一致，只是我們從空洞內部往外看時，視線經過的引力地形以及大尺度物質的流动會悄悄改寫我們读到的信號。爭議、驗證與結局，下一批數據將給出裁決，它能被證偽，也就值得被認真對待。BO 的價值就在這裡，它不是沿用同一套近距離距離階梯去重複測，而是提供了一個相對獨立的檢驗渠道，讓空洞解釋不是自說自話。它並不只是抓着超新星、造父变星、星系速度这些本地工具不放，而是換了一把更接近宇宙學底層標尺的尺子來量。它看的是貫穿宇宙幾十億年演化的一種原始結構，用早期宇宙的物理留下的刻度去約束今天宇宙的幾何與距離關係，把兩端直接連起來核對。研究結果提示，如果你堅持標準 λ-CDM 的本地完全均匀版本，那麼BA數據會和它出現相當明顯的統計衝突，像是模型的某個前提在近處不太站得住。而把局部低密度加入模型後，很多數據就更自然地貼合上來，而且不需要对早期宇宙參數額外亂調，這點在宇宙學裡非常加分。當然，這並不等於說宇宙在最大尺度上就失去均勻性，別誤會，它更像是局部地形起伏，不是全球規則崩塌。當你把尺度拉得足夠大，把足夠多區域平均起來，宇宙依然可能滿足統計均勻性，大方向上仍然差不多，只是我們恰好站在一個不太典型的位置。這個空洞若存在，會是區域性的大結構，它大到能影響我們對距離與膨脹的測量，但還不至於大到推翻宇宙學原理本身，屬於影響觀測，但不顛覆宇宙的級別。即便如此，這個觀點在學界依然爭議不小，因為它牽涉到數據解釋與結構形成的多重細節。有研究者就提醒，別急着下結論，BA信號可能受到系統誤差、巡天選樣偏差等因素影響，某些看起來像物理的東西，可能只是數據處理或採樣方式帶來的影子。也有人從理論模擬角度發問，在我們現有的結構形成模擬裡，真的能自然長出這麼大、這麼深的空洞嗎？如果模擬很難生成，那就需要更謹慎。所以目前的狀態就是，數據派、模擬派、方法派都在桌面上激烈交鋒，很多關鍵細節還在被反覆檢驗和辯論。但如果空洞解釋最終扛住了質疑，後果會非常深遠，它可能會把我們對哈勃張力的理解整個翻新。第一，它會把哈勃張力從理論崩了的危機，轉化為我們本地環境導致的觀測偏差，不是宇宙定律錯了，而是我們站位太特殊。這樣一來，對必須有新物理這條路的壓力就會明顯減輕，研究的焦點會更集中，先把環境效應和系統誤差徹底釐清，再決定是否真的需要新理論。第二，它會把宇宙環境推到聚光燈下，你從哪裡觀測，觀測線穿過什麼結構，都會實打實地塑造你看到的結果。當你只站在宇宙某一片區域裡做測量，那些結果未必等同於宇宙的全局平均，尤其當這片區域大到跨越數億光年時，你測到的更像是區域氣候，不一定是全球氣候。最關鍵的一點是，這不是一個只能講故事的想法，它給出了清晰、可檢驗的預測。科學最看重的就是這一條。如果空洞是真的，那麼在低红移範圍，BO 這把標準尺就應該持續表現出特定形式的畸變，而且畸變隨距離變化的趨勢也應該符合模型預言。接下來更高精度、更大天區覆蓋的星系巡天，
會像升級版的宇宙掃描儀，能夠直接對這些預測做正面驗算。對，就是或不是，一測便知。而且不能只靠一種手段，其他獨立觀測也會成為關鍵證人，彼此交叉驗證，才能把結論站穩。比如引力透鏡就像宇宙的放大鏡與畸變鏡，它能約束我們視線方向上質量到底怎麼分布，密還是疏，有沒有大尺度的缺口。再比如星系速度長能告訴我們，星系在大尺度上是不是整體有往外流的趨勢。這正是空洞情景裡最該出現的動力學信號。甚至恆星年齡的估算，也能從側面限制宇宙膨脹歷史的形狀。如果膨脹歷史被改得太離譜，恆星年齡結構形成時間線可能就會對不上。尤其重要的一點是，局部空洞主要影響我們怎麼測近處膨脹，但並不必然改寫宇宙的整體年齡，這讓它在眾多解釋裡顯得更乾淨。也因此，我們可以用宇宙年齡是否被迫改变作為區分標準。有些解決哈勃張力的方案會連帶改變宇宙年齡估計，而空洞假說通常不需要這樣做。這就是一個很實用的辨識點。空洞假說真正的優勢是它夠硬，它能被證偽，能被數據推翻。這意味着它屬於可檢驗的科學命題，而不是永遠得回來的解釋。接下來公布的新數據會像一道關卡，要麼把它的預測越壓越實，讓證據鏈更完整，要麼暴露出對不上、解釋不通的地方，逼着我們修正甚至否定它。在宇宙學這種尺度巨大、實驗困難的學科裡，能從一個誘人的想法走到明確可檢驗的預測，就是從推測邁向硬科學的關鍵一步。總之，越來越多證據在提示，銀河系可能身處一個超大空洞之中，而這會直接影響我們對宇宙膨脹的測量與解讀，讓本地讀數偏快變得有理可循。如果未來驗證屬實，它就有機會在不改動基本物理定律的前提下，解釋哈勃張力為何長期存在，把衝突從新物理需求轉回觀測位置與環境效應。而最終裁判權在接下來的觀測手裡，它會告訴我們，這個結論能不能站穩腳跟，還是必須被修正、縮小範圍，甚至徹底改寫。結語，我們可能在一個巨大空洞裡，所以問題也許不在宇宙本身，而在我們觀察宇宙的立足點。如果银河系真的身處一片巨大的低密度空洞，那麼我們測到的膨脹速度偏快，就可能是一種環境效應。宇宙的全局歷史並沒改寫，只是局部視角被大尺度結構輕輕波動。接下來，更大規模、更高精度的巡天與引力透鏡、速度長等獨立證據將給出最後裁決。我們會發現，這只是一次觀測的錯覺，還是我們真的住在宇宙的一塊巨大空白裡？答案就藏在下一批數據抵達的那一刻。